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節目一開始，我們歡迎來賓，首先歡迎前立委蔡正元蔡委員。思敏好，大家好。國際情勢專家賴岳謙老師。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陸軍退役少將李正傑將軍。思敏好，各位觀眾大家好。觀眾朋友，今天我們要特別來關心在伊朗的戰情，尤其現在最新川普的放話要抹除掉整個伊朗哦。那麼伊朗現在則是喊出要聖戰，洲際彈道飛彈預估他說了可以飛到射程到紐約跟華盛頓。以色列的部分則是開始備戰7000枚的飛彈，中國大陸則是送出了它的超高音速的武器來壓境嗎？中東的開戰倒數，今天一起來做關心。三個火線話題，今天請來賓特別幫我們做解答的是，中國大陸這一波是真的會把它的武器，我們看到的是各種的飛彈持續的搬進中東嗎？那如果真的搬進來的話，美國的林肯號即將到的林肯號還是王牌嗎？還是成為一個廢鐵呢？等一下我們會一起做軍武面的關注。再來看到是川普現在嘴巴上面喊的是要抹除伊朗，而且接下來就是林肯號也快要到中東地區了，他到底會不會按下一個開戰的關鍵呢？還是演一出嚇人的心理戰而已呢？這是第二個問題。最後今天也會來關心，當伊朗喊着要聖戰，以色列則是傳出要對伊朗打7000枚的飛彈，這一場仗可能從哪一個點會開始失控？是伊朗先出手，還是以色列會來先做清算？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的來做關心。好，趕快來看到這個是最新消息，中東戰事隨時引爆，因為川普已經說過，他很快就會下令對伊朗來做動手了。那麼我們來看到，只要能夠推翻伊朗政權，來自以色列的說法，我們願意承受來自伊朗700枚飛彈的轟炸，也在所不惜。確實，現在伊朗已經做好了這個完全戰爭的準備哦。伊朗現在說呢，正在為以色列的最後一戰做足了準備，這是來自於最高領袖哈米尼軍事顧問說的，並且警告了川普，只要你敢動伊朗的最高領袖哈米尼的話，那麼我們就等於是你在向整個伊斯蘭世界宣戰了。接下來伊朗就有可能做的反制是號召世界各地的伊斯蘭士兵上去，一起共同發起聖戰。我們要來看到除了在这個外交上面、政治面的喊話，在軍事上，伊朗也有所新動作了。目前來看到的是它的這個洲際彈道飛彈。伊朗在獲得了俄羅斯的批准之後，首度完成了射程高達1萬公里的洲際彈道飛彈的試射。範圍是足以涵蓋在美國的紐約跟華盛頓的，這是來自於 X 賬號的最新報道。來看到美國國防部聽到這個消息之後，已經進入了高度的戒備，增調它的防空系統來到中東。另外一方面，我們要來看到中國大陸的武器現在又有什麼的新進展呢？最新消息我們要來看到的是來自於 X 的賬號也特別做了一個分析，說中國大陸的各種高超音速巡航或者是滑翔飛彈在內已經逐漸的往伊朗這邊送過去。X 博主 War 也特別做爆料了，大陸近期伊朗收到了大陸的紅旗 9B 防空飛彈系統之外，還有至少16架的中國軍用運輸機直忙的奔往德黑蘭。而川普最新發文，他也說了，如果我真的如外界所說，你們要把我暗殺的話，你的伊朗就會從地表被我們美國給完全的抹除掉。而美以確實在軍事上，剛剛講的是中國大陸的軍事準備，美以在軍事上也做了大幅度的一個戒備跟部署。來看到的是，美國做的是最新向中東加派了愛國者跟薩德的飛彈防禦系統之外，還有雷射導引反無人機系統也抵達了科威特的空軍基地。美軍的 F-15戰機預估會集結總數達到24架。另外就是林肯號預估在這幾天就會正式的到達中東，以色列也喊話可能會發射超過7000枚的飛彈，現在都已經對準了伊朗。節目一開始要特別請教將軍怎麼看？如果中國大陸真的出動，剛剛我們看到的這一系列的巡弋飛彈DF-26等等，還有它的紅旗 9B 的話，真的進到中東，那麼美軍的航母，尤其是林肯號還敢不敢靠近？這些武器能夠把航母給擊退嗎？將軍怎麼看？我覺得以色列現在跟伊朗還有美國這3個國家哈，真的是如果說一不小心這個3個國家情勢有誤判的話哈，極可能就擦槍走火。因為伊朗現在從上次的暴動事件到現在，
我們可以說將它形容成一隻已經受了傷的野狼哈。這個受了傷的野狼，其實是最危險的，因為它現在正在这個也是在驚慌失措當中。如果說稍微有一點刺激，它可能反撲的力量是會很大的。但是以色列這個國家歷來從幾次的中東這個以阿戰爭，我們就看出來，以色列一向採取的策略就是先發制人，他絕對不會等到這個埃及國家或者是說阿拉伯國家對他發動攻勢以後，他才採取防禦式的反擊。他通常都一定是先發制人，因為他的國土戰略縱深小，他可能承受不住第一擊。在這種狀況下，如果說伊朗有個有個風吹草動，那以色列會不會就採取以往的戰略先發制人？那對於伊朗來講的話，他現在也處於在這個受傷的狀況之下。那如果說美國這時候對他有任何刺激，他會不會給你來個魚死網破？就對以色列或者對美軍在中東基地的各個基地來實施發動攻擊哈？那當然這一波來講，我們從之前有聽說過中國將這個這個紅旗9這款導彈運送到伊朗，我覺得這可能性是有的哈，因為紅旗9屬於防禦性的武器，它屬於這個區域防空的一個導彈，射程概略是200公里。那伊朗可以將它護衛到它的德黑蘭或者是它核設施或者重要的軍事設施附近來做一個區域的一個防空。當然不可能達到全國都防空，可是對這幾個地方來講的話，它只要防護它自己本身領導階層，避免被斬首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如果說我認為中國如果說將東風26、東風27，還有鷹擊21這幾款的這種大殺器，如果說提供給伊朗來講的話，我覺得可能性是不高了。因為這個按照地緣戰略來看的話，中國目前也不太願意將這件事情做得太過頭，得罪美國哈，因為畢竟來講，美國是最大一個這個對中國來講還是很大一個強權的國家，他不願意不管在經貿或者是地緣上面跟美國結下這麼深的仇怨。那因為這幾種武器確實是大殺器，如果說搬到伊朗去對美國來講的話，它的航母我認為是確實是不敢靠近，因為我們從這個美國現在來講，我們看到它的航母大概就很少靠近第一島鏈附近了，這態勢已經很明顯了。甚至於在南海那邊，我們看到因為中國有東風這個26、鷹擊21等等這些導彈，這個美國的航母戰鬥群也大概都在這個南海的南邊這個很少靠近北邊，因為他也擔心如果說是萬一一個擦槍走火，他會承受不住這些攻擊。這幾款的導彈有幾種特性，第一個它都是超高音速所以它速度是快到你很沒有辦法去攔截的。第二個它都是會變軌的，所以你更難攔截。那你可以說這幾款導彈有沒有打給美國看過？我特別要講，還真的打過，而且還真的打中過靶船在這個2022年的時候，它分別從中國的這種東南部會，大概是江西這個地方的導彈發射陣地，跟這個它的西北地方甘肅這邊分別發射2枚不同款式的導彈。那在同一個時間不同時間不同地點發射，但是卻在同一個時間可以命中南海的靶船。所以這幾款大殺器，我想說中國大陸不是在吹牛的，它確實有這個能力。但是我覺得美國來講的話，它當然它不願意去賭這個。那在中國或許雙方還可以借着外交，借着高層通話來處理一些問題。那對伊朗來講，如果說是美國來講沒有辦法通話，那可能所要面臨的風險是很大的。可是我認為中國大陸大概不至於會將這幾款大殺器提供給伊朗。好，針對看起來中東戰事一觸即發，中國大陸或許看起來還是會特別的留一手，有一些的武器可能還是不願意提供給伊朗的。那另外一方面，川普呢，他最新我們要來看到美國又部署了哪一些武器？剛剛看到伊朗部署的武器，還有中國大陸給的武器之外，我們來看到美以現在做了什麼樣子的一個準備。這時候川普也喊話了，他說他有收到一些消息，說有可能暗殺他的消息，來自於伊朗的情報，他自己得到的情報。那他也說了，他已經下達命令了，一個密令，如果說他被暗殺的話，他就會把伊朗從地表上抹除掉。這是來自於川普的最新
發言。那麼美國跟以色列又祭出了哪一些武器部署好來做準備呢？我们請導播來 take 一下 CG， 包括了美國的官員自己證實的，向中東地區加派了愛國者跟薩德防空系統，還有剛剛講的反無人機系統 F-15戰機林肯號，還有以色列的7000枚飛彈。林肯號都快要到了，川普現在是準備開打了嗎？或者是說他還在等什麼？那伊朗說他有可能發動的這個聖戰，有沒有可能擴及成全球恐攻？賴老師怎麼看？首先我覺得川普講的那個他發的密令沒有意義了，因為他已經死了，因為他的前提是他如果被暗殺死了，那他已經有密令了，密令就會生效。問題是誰來執行？因為你要把伊朗從地球表面抹掉，你除了核彈以外，核戰沒有可能。那問題就是你繼任者范斯怎麼可能說對伊朗8800萬人發動核戰，去把這個8800萬人都殺光？這怎麼可能？而且伊朗旁邊周邊接近的國家，包括這個巴基斯坦、阿富汗、土耳其，他們都要受到核戰的這個影響波及，怎麼可能？這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川普講那句話是空話，因為范斯即使接了代理總統，他也不會去執行這個川普的這個密令，把這個伊朗從地球抹平。所以這個是講幼稚的話，很幼稚，3歲小孩講的話啊，沒有意義。而講的這句話就會不會就把伊朗嚇死了？也不會。但是你看美國現在的動作，把愛國者導彈、把薩德系統，它都是防空的。防空系統裝上去，把這個雷射反導無人機的系統裝過去，這個都是屬於防衛性的。防衛什麼？當然就是要防衛美國在中東地區的軍事基地。美國在中東地區的軍事基地很多啊，不管是在卡達、在科威特，到處都有這些軍事基地。那問題就在於，因為伊朗已經證明他有能力很準確的打擊到美國設在中東地區的軍事基地。也就是，不管是採用這種中程的精準式的超高音速的導彈，或者是採用無人機，都可以攻擊美國的軍事基地。這也就是為什麼川普要把這個防衛性的武器放到這邊來，所以這是防衛性的，不是攻擊性的。好，那我們來看看它的攻擊性的東西。您提到了有關於 F-15戰機向中東集結25架，美國去抓一個馬杜羅。一個人跟他太太2個人，一男一女，就抓這個馬杜羅，他就要出動航母戰鬥群，而且是最先進的航母戰鬥群福特艦，然後出動多少戰機呢？150架的戰機，不是架次，是150架，包括 F-22，包括 F-35，包括 F-16，包括 F-18，包括空中預警機，還有包括電子干擾機。再加上無以勝數的空中這個無人機，你想想看，150架戰機浩浩蕩蕩的跑去了委內瑞拉，才抓2個人。你要用這些戰機，就要把160萬平方公里的伊朗，有8800萬人口，革命衛隊就已經將近20萬人，民兵還有60萬人的這個大軍，你說要用這一些一個林肯號航母戰鬥群，再加上這幾架戰機，然後就要對伊朗實施毀滅性的打擊。你不要，你姿態也擺認真一點，我就會覺得川普你認真一點，你真的認真一點。你在委內瑞拉你都搞這麼大陣仗的，你到伊朗這個擺這個陣仗沒有意義。那以色列說我用7000枚導彈打你，他這個是威脅性的。為什麼威脅？就是你不要打我。我沒有要打你，本來就是這個川普要打你，我還勸他不要打你，但是你不要打我，我沒有要打你，這代表什麼？代表以色列只是說，如果你真的打我，我就7000枚導彈來伺候你，那這個還是威脅性，這代表什麼？以色列並不支持川普在這一次對伊朗所發動的戰爭。好，所以以色列先喊話啦，就是做一個防禦性。他說7000枚的導彈準備對準的是伊朗。那他也說了，你伊朗隨時打來700枚都沒關係，我們都做好準備了。有沒有可能現在看起來伊朗跟以色列誰會先發制人？委員又怎麼看？誰會先發制人啊？應該要看美國怎麼發制啊，跟以色列、伊朗實在是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以色列能不能承受得住700枚到1000枚的
彈道導彈的攻擊啊，這個以色列自己來盤算，大概攔截個80%左右，還有200多枚可能會擊中。那擊中的時候是擊中了重要的地方還是不重要的地方？上一次大概有1/10會擊中重要的地方，9%擊不中那個重要的地點啊。那這樣的一個攻擊，以色列要不要承受？這以色列自己盤算。那從美國來講，客觀的來說的話，現在美國攻擊伊朗幾乎是最好的時機，啊，最好的時機，對哈，因為他戰略上不會去說我要消滅8000萬人啊，或者什麼革命衛隊，他戰略上只有2個，第一個把所有的這些伊朗的教士集團的頭大概50個全部鏟除，有沒有這個能力？要看到中央情報局的情報準不準啊？如果像珍珠黨的話，那準得不得了。那是50個教士集團頭子，可能一夜之間從地球上消失，這政權都改變了。第二個，革命衛隊大概就50個頭，這50個頭如果一夜之間被消失，像那個敘利亞民兵一樣，那就解決了。所以看他到底情報有多準，如果情報不準的話，那可能還要來個第2次、第3次哦，那就有的精彩了哈。所以他的戰略目的就是一方面，如果防衛以色列被擊中的幾率不要太高，防衛美國的軍事基地被擊中的幾率不要太高啊。那伊朗當然有很多的飛彈導彈，可是大家不要把它看得太厲害。為什麼？因為打以色列的彈道導彈哈，它基本上是所謂的液態燃料，液態燃料很討厭，加油啊，加燃料要加個1-2個小時才能夠發射，它不是固態拉出來馬上能夠發射，這一點是它的短板哈，所以液態的比較容易偵測哈。那上一次攻擊以色列的時候，基本上美軍跟英軍沒有出手，沒有空中攔截，所以才比較容易打得中，而且量很大，以色列超出以色列所囤的導彈的數量。那如果以色列真的有7000枚對700枚，不要以色列那場謠，要說我就幹了啊？為什麼？因為目的是不是要消滅伊朗？目的要鏟除教士政權。這個教士政權的滿清末年了，坦白講撐不下去了，撐不下去了。那至於剛才栗將軍有提到說中國會不會介入？不會的啦，中國沒那麼笨啊，就扶持一個滿清末年的王朝，絕對不可能嘛。何況那些武器都要中國自己去操作，那你去得罪美國，那是中國有本事啊，連台灣都不敢這樣打了，還敢去幫伊朗打？不是我笑他，對不對？所以我是講過，在台灣都不敢打，怎麼可能去幫伊朗打？不可能。好，謝謝委員。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